好疼，疼得像要裂开了。娘，这哭声好像是娘的声音，可是娘不是已经去世好多年了吗？难道我也死了吗？我记得我正在去店里的路上，结果倒霉催的，路过一个高楼下面，被上面掉落的大块冰砸中脑袋，然后就晕过去了。月牙，你终于醒了，你可吓死娘了！娘，是您来接我了吗？闺女，你可算醒了，都是娘没用，当初娘就不该答应让你去老傅家做工，你要是真有个三长两短，娘也不活了。老傅家，娘，这是咱家。闺女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这是咱在金碾子村的家呀，你不记得了？金碾子村家，你被撞昏了2天，是不是撞坏脑袋了？娘那天晚上拼了命去老傅家把你接回来的。接回来？以后咱不去老傅家了，娘一定努力赚钱，把那些彩礼钱还给他们家，咱不遭那份罪了。啊，老傅家彩礼？傅家是和我定过亲的人家。薛婶子，大喜事儿！哎呦，王媒婆，啥风把你吹来了？傅家老三傅建军相中你家月牙了，托我来提亲。我不认识什么傅家老三，这门亲我不同意。你个小丫头片子，大人说话有你插嘴的份儿。傅家老三，傅家有钱啊，那彩礼他家说了，按行情100，大发要饭的呢。我孙女如花似玉的，那是百里挑一，少了200免谈。奶奶，我不同意，我连人都没见过。你懂个屁！婚姻大事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你爹没了，你娘那个软骨头做不了主，我说了算。200块，少一个子儿都不行。他傅家要是拿不出来，就甭惦记我孙女。傅建军很痛快，第2天便把彩礼送了过来。可没几天，他去镇上的路上就被车上掉下来的钢材给砸死了。薛金枝，我家建军没了，让你那扫把星孙女给克死了！你嚷嚷什么？你儿子短命，关我孙女什么事儿？怎么不关？刚定亲没几天人就没了，不是他克的还能是谁？我告诉你，要么退钱，要么让你孙女去我家做工抵债，干满1年2清。我不同意这门亲事，是你们硬要定的。他死了，凭什么让我去抵债？你闭嘴！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。哎，你看，退钱是不可能了，钱都花了。你把人带走吧，让他去你家干活，干满1年，这事就算了。奶奶，怎么？你不去也行，你拿200块出来。瘦了吧唧的，能干活吗？能，他有的是力气。你带走，随便使唤。我去，但说好了，干满1年，以后谁也不欠谁。行，走吧。都怪娘没护住你，让你一个人去那种地方。这3个月瘦成这样，月牙，你有没有觉得哪儿不舒服啊？这好端端的，怎么就撞倒了，晕了2天呢？傅家老四半夜摸进了我的房间，我跑的时候撞到门框上。真不是个东西，怪不得他们死命催我把你接回来，原来是怕担上官司。娘，我没事，您别担心，以后咱们的日子
一定会好起来的。总觉得这次醒来的闺女跟以前不一样了。好起来，一定能好起来。你等着，娘去给你煮红糖鸡蛋，你好好补补身子。还活着，我真的还活着。老天爷，谢谢您给我重来一次的机会。这一世，我一定要活出个人样来，绝不让娘再受半点委屈，也绝不让那些欺负过我们的人有好日子过。月牙，头还晕不晕？快再躺会儿。娘，我躺不住了，咱家粮食都见底了，总不能坐吃山空。那你就在村口转转，别走远了。您放心，我上凤鸣山转转，弄点山货换钱。是山苞米干。谁？吴广旭。那吴广旭就是咱村的一霸，打起架来不要命，那是活阎王。可不是，在外面蹲了6、7年呢，谁敢招惹他？前世他可是江城有名的金矿主和企业家，上辈子没遇见过，这辈子倒是在这荒山碰上了。娘，我没看错，那个饭球子的身影我看得清楚着呢。那一定要找到他，可不能让他再干点什么。是刘玉梅和赵凤春，他们肯定是盯着吴广旭才跟上来的。不行，要是让这2个长舌妇看见我跟吴广旭待在山上，唾沫星子都能把我淹死。别动，我不是坏人，等他们走了我就放开你。哎，娘，这儿有个篓子，肯定是有人来过这儿了。我一会儿放开你，你别喊。我出去，你躲在这儿别动。我这是把未来的江城大佬给亲了！哎呀妈呀，羞死个人了！光天化日的，这干啥呢？本来是怕这吴广旭刚放出来，又在村里闹出什么丑事，牵连我家老头子选村长。现在搞对象没事儿，就是注意点影响。要是觉得合适，就尽早找个媒人上门提个亲。好的，婶子。姑娘家要学着保护自己。娘，你瞧见没？那柳家丫头脸红的，闭嘴，快走！等等，我那个刚才你放心，我会负责的。不用了，只是个意外。你的掉了。谢谢。以后有什么事儿可以来找我，我叫吴广旭，就住在村东头，去了一打听都知道。吴广旭，
这个人还挺有意思的。那搂的叫一个紧，亲的那叫一个响。我就说那个柳月丫长得比他娘还像狐狸精，也难怪傅老三见了她和丢了魂一样。就是啊，母女两个我看都是狐妹子托生的，当娘的当年就勾搭全村爷们儿，没事就在他家门口打转，生个闺女也一样，直接把人家后生的命都给他勾走。这以后可得看住自己家的老爷们儿，可别沾了这一老一小两个狐狸精的骚气。真是克了傅老三，又去勾引那个活阎王，也不嫌命硬。雅儿，你跟娘说实话，外面传的那些事儿，你跟那个武家大小小子到底咋回事？娘，我跟他不熟，就是在山上捡柴火的时候碰见过一次，没他们说的那些事儿。可那些话也太难听了，连你死去的爹都被他们编排进去了。你要是真跟他没啥，娘这拼了老命也要去找村长评评理，撕烂张凤芝那张嘴。娘，你要是真去了，反倒让人觉得咱心虚。可是这种事越描越黑，过几天没人搭理，他们自然就不说了。娘，您忘了当初他们还骂您是扫把星、克夫命的时候了？后来咱们没给他们脸，现在也没人提了。武家大小子，都给我听好了！今天我吴广旭在这里告诉大家，柳月牙，我吴广旭娶定了。今后要是谁再敢上门欺负他们娘两个，谁再敢背地里嚼舌根，就不要怪我吴广轩没提醒过你们。我的娘哎！这活阎王，你这个劳改犯，你想干啥？我告诉你，我可是他奶奶，我管自家孙女天经地义。奶奶，卖孙女换彩礼的奶奶，逼孙女去做工还债的奶奶。老太太，我刚才的话，你听清楚了吗？行了行了，都围在这儿干什么？地里没活了，家里没事了。谁要是再敢传那些没影的事乱嚼舌根，影响了咱村的名声和团结，别怪我董志文不讲情面。散了，都给我散了！火阎王真吓人！嘘，别说了。广旭啊，这凳子可是无辜的，你有话好好说，别动不动就动手。刚回来没多久，凡事得稳着点儿，别让人抓了把柄。谢了，董大叔，改天我赔张家一条新凳子。这男人厉害成这样，可刚才那一脚好像真的把那些闲言碎语都踢碎了。上辈子从没有人这样护过我。雅儿，你脸怎么这么红？我看看。没事儿，娘，可能是太阳晒的。太阳都快下山了，晒的什么？得，我这闺女啊，怕是已经动了心思。那个武家大小子，人倒是硬气，就是名声不太好，蹲过耗子的。不过看他今天这架势，倒是个有担当的。雅儿啊，你可想好了，嫁汉嫁汉，穿衣吃饭，可不能光看人家威风。娘，我会对自己负责的。我长大了，护得住自己，也护得住你。哟，我说月牙啊，这都歇了多少天了？瞧瞧这院子，都快成耗子窝了。你们娘俩就这么过日子的？大娘，我娘去地里干活了，不在家。你有事跟我说也一样。少跟我在这装糊涂！柳月牙，
你现在身体也好了，伤也养的差不多了，是不是该滚回我那机场上班了？你要是不想去，行啊，那200块钱彩礼，你现在就给我立刻吐出来，1分都不能少！我告诉你，那可不是小数目。大娘，当初定下的契是我去机场干满1年就抵清那200块钱的礼钱，这一点您认吧？认？怎么不认？可你没干满1年。是，我没干满，但我已经在您家机场干了3个月。按照每个月该折抵的工钱，这3个月怎么算？你还好意思提那3个月？柳月牙，你长没长心？你在我那儿要力气没力气，干活慢得像蜗牛爬。让你喂个鸡，你撒的粮食还没鸡吃的多；让你清个鸡粪，你一上午连半间棚子都清不出来。我机场里雇的那些13、14岁的小崽子，个个都比你强100倍，你还有脸管我要钱？我没让你赔我饲料钱，就算我积德了。哦，这么说，大娘家机场里雇了好些个13、14岁的小崽子，活干得比我还好。大娘，您这是打算让我把这事儿往村长董大叔那儿念叨念叨，让全村人都知道一下，您陈家养鸡场靠童工撑着呢？你少在这儿信口雌黄，我可没说过什么童工。您刚才自己说的13、14岁的小崽子，我可一个字都没填。村长前2天才在大喇叭里3令5申，不许私下雇台工，谁家雇了要罚款要整改。大娘，您说要是村里知道了，您那鸡房还能不能开下去？行，柳月牙，你有种！就算扣除你那3个月的工钱，还剩150块，算我今天出门没看黄历，算我倒霉！少废话，还钱！没有，没有，你耍我呢！月牙，没钱也不要紧，大娘不是不讲理的人，我给你出个道道。我家建岗现在看上你了，你看啊，你之前跟老三定过亲，老三虽然没了，可咱们2家的缘分还在，这门亲还作数，换成你和建岗的。建岗，叫人啊！媳妇儿，你想干什么？大娘，您既然喜欢给人出道道，那我也给您出2个。第1条道，咱们去治安所，好好唠唠那天晚上傅建岗半夜摸进我屋的事儿。第2条道，您赔偿我200块钱精神损失费，就当我这脑袋白让你们家砸。您选哪条？你少在那儿唬我，空口白牙的，你没证据，谁看见我家建岗进你屋了？谁看见了？你叫得出人名吗？就凭我这伤是在你家受的，这里的血窟窿就是证据。到了治安所我就问，我好好的一个人，怎么在你家养鸡场撞成了这样？大娘，您觉得您说得清楚？如果这还不够，那咱们就再加上傅建军的死因。您整天在村里嚎丧，说傅老三是被我克的。大娘，举头3尺有神明，说这话的时候，您心里不虚吗？哼，你以为我真的不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？你胡说什么？老三那是被刚才砸死的，村里人都知道。是被砸死的，没错。可那不是他去偷人家工地的钢材，才被散落的架子砸死的吗？大娘，您说这事儿要是传出去，傅家老三是个小偷，偷东西的时候被砸死的，别说200块钱，您全家这辈子都别想在金碾子村抬起头来。你想怎么样？很简单，之前的彩礼账一笔勾销，另外把这3个月我伺候那群鸡的工钱结给我。3个月工钱，你还好意思要？行，那咱们治安所见。给，我给，给，拿了赶紧滚！你可记住了，要是敢把老三的事说出去1个字，我要你好看！大娘放心，我柳月牙说话算话，不该说的我1个字都不会往外说。雅儿，
娘这心里一直犯嘀咕。嘀咕啥？你啥时候学会的这一手？订猪头、买香料，回来鼓捣了整整1天。你娘我活了大半辈子，呼个猪头都呼不明白，你咋跟使了几10年刀似的？娘，我这也是撞了头之后，脑子里突然清明了。这比狗砍的都干净。咱村屠户老张杀了一辈子猪，都没你这手活快。娘，光靠挖山苞米根，咱娘俩得挖到猴年马月，所以咱得有来钱的道。我的天，这味儿！成了。这肉咋做的？又烂糊又入味儿，一点都不腻。娘，您就等着数钱吧。吴广旭，你大清早守在这儿干啥？听说你要去镇上赶集，东西这么沉，路又那么远，你一个人拿不了，我送你。不用了，我自己能行，不想再给你添麻烦了。啥麻烦不麻烦的，我说送你就送你。那谢谢。谢啥？走吧，一会儿太阳出来就热了。这路也太烂了！你坐稳了，前面更烂。路太烂了，你这么坐着不行，要不你扶着我的腰吧。扶着腰，颠不出去。你放心，我不会乱动。走吧。这位置行吗？行，人最多的地方。哎呦我的娘！小姑娘，你这煮的是啥肉啊？咋这么香？大哥，自家酱的猪头肉，您瞧这成色，红亮红亮的，肥而不腻，尝一块不要钱。好，给我来半斤，不来1斤。啥肉？让我看看。给我也来1斤，多带点肥的，我就爱吃肥的。好嘞。拿好，别漏了，汤汁别洒了。小伙子，你媳妇手真巧。广旭哥，你这装袋的手法练过啊，比我还麻利。看你弄一遍就会了。擦擦汗。谢了。忙了一上午，尝尝我的手艺。你都给我，你吃啥？还有一只呢，咱俩一人一个。行。好吃。月儿，你这手艺绝了！说实话，比镇上那家老字号烧鸡店的好吃多了。他们家的又柴又咸，你这个又嫩又香。那当然，我这可是改良过的独门配方，全天下就我这一份儿。那你以后别挖啥山苞米根了，专门做这个，我帮你卖。正有此意。同志好眼力，这是上海来的货，整个镇上就我这儿有。多少钱？8毛。给你。给我买这个干啥？我又不缺，8毛钱能买2斤白面了。我看你刚才瞅了好几眼，拿着吧，又不贵。那有花钱啊。月牙，你戴这个装好看。好
好看吗？好看。走了走了，回去还得干活。上车回村。怕颠就扶着我腰。想得美。娘，你瞧瞧，这都是那个死丫头下的死手，胳膊腿青一块紫一块的，不就是馋他那一口肉吗？去吃了一口，就被他逮住打了一顿。行了行了，叫唤啥？咱就这么缩着头算了，再这么下去，那丫头都要骑到咱脖子上拉屎了。哼，算了，老婆子活了大半辈子，还没在谁手里栽过这么大的跟头，那咋办？就这么干瞪眼？明着跟他干，那是吃亏。那难道就算了？这啥味儿？前几天被黄鼠狼咬死几只死老鼠，本来想留着喂猫，现在正好派上用场。你想干啥？哼，把这脏东西往他院里一扔，再宣扬他家得了邪病，招了脏东西，看谁还敢买他的肉。娘，还是您毒，不，还是您有主意。少废话，半夜动手，12点准时去。娘，我这心里咋突突的厉害？要不咱回去吧？没出息的东西，来都来了，可是那门都没锁，怕个屁！瞅见没？老天爷都帮咱。娘，搁哪儿扔？扔灶房门口，赶紧的！有小偷，抓贼啊！大家快来啊！抓贼！别喊了，月牙，是我们，是你亲奶奶。管你是谁，深正半夜进我家就是贼！看我不打死你这个害人精！哎呦，疼死我了！薛金枝，你这当婆婆的还有没有点心？大半夜偷摸进人家，你要不要脸？咋回事？贼在哪儿呢？这地上咋这么多死耗子？这也太损了！往人家院里扔死老鼠，这是要闹瘟疫啊！胡闹！薛金枝，你也是这村里的老人了，半夜干这缺德事儿，你不怕丢老柳家的祖宗脸，我还怕丢金碾子村的脸。董大叔，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，要是不给个说法，明天我就去镇上报警，说他们投毒害命。月牙丫头可不能报警啊！我可是你奶奶啊！行了，薛金菊，这事儿你理亏。明天给你二媳妇家送100斤粮食，再加4只下蛋的母鸡，这事儿就算了了。以后谁再敢提，按村规处置。行，我给。那就这么定了。奶奶、大婶儿，慢走不送。老太太慢点走，别又摔了。大半夜的，麻烦各位叔伯了，改天请大家吃肉。客气啥？你也早点歇着。那个死丫头现在简直是中了邪，下手这么狠，打得我浑身没一块好肉。娘，咱就这么赔了粮食又折接？越是这样，越要把他们赶出金碾子村。娘，你有法子了。明天你去找王媒婆，让她在村里多传传，就说柳月牙克夫，谁娶她谁倒霉。再找二驴子，让他去外村也传传，就说咱村风水不好，出了2个寡妇，把外村人都吓得不敢跟咱村结亲。娘，您这是要利用全村的力逼走他们？哼，对，等村里那些有闺女嫁不去的人家急了眼，自然会逼他们走，把他们赶出去。等他们走了，咱村就清静了。娘，您这招高啊！我倒要看看，背着丧门星的眉头，他们在这10里8孙还能不能待下去？旭哥，听说了吗？
昨晚老柳家那2个婆娘竟然往月牙妹院里扔死耗子！这薛金枝也太损了，这是要让人家染瘟疫啊！旭哥，咱去教训教训他们。教训他们管什么用？他们就是欺负月牙家没男人，愿强他。永刚、韩东，把镇上能买到的好砖全给我拉回去，我要给月牙砌一堵墙。哥，你这比给自己家干活还卖力啊！少废话，干你的活。哥，你这墙砌起来，怕是比村长家的还结实。那必须的，得让谁都翻不进来。自从你爹走了，还没人这么真心实意的帮过咱们。这广旭真是个实诚孩子。娘，他跟别人不一样。是不一样，雅儿，你心里有数就行。喝口水吧，累了一天了。不累。月牙，这墙稳当了，以后有我在，谁也别想在我这院里扔一片纸，更别想欺负你们娘俩。你干嘛对我这么好？我乐意，你管得着吗？行，我管不着，你继续干吧。干完了，明天再来。月牙，晚上把门插好。知道了。这是给这小家伙叫小黑，我托熟人抱来的。送我的？养在院里看门，这狗机灵，警觉性高，养1-2个月就能看家了。到时候谁要是还敢大半夜往这儿摸，就让小黑撵他出去。广旭哥，谢谢你。谢啥？又不是外人。那你是啥人？我是你邻居，对门邻居。行，邻居。那小黑吃什么？好养活，剩饭剩菜就行，偶尔给点骨头，别喂太饱。听说了没？隔壁宋林村要跟咱村王老二家闺女定亲的后生黄了，人家说咱村风水不好，出的姑娘克夫，可不是吗？我娘家嫂子说，他们村现在一听是金碾子村的姑娘，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。我那大闺女30多了还没个着落，好不容易相中一个，人家一打听是咱村的，吓得头都不敢回。扫把星，自从们搬到村东头，咱村就没消停过。就是，我小姑子病了好几年，说亲说了多少回都不成，肯定是被他们克的。话给我传得越远越好，就说金碾子村的风水破了，娶了咱村的姑娘要短命，嫁了咱村的小伙子要守寡，办好了还有钱拿。放心吧，王婶，这点事儿我还办不明白，10里8乡，保准3天之内全知道。雅儿，今天我去镇上，连卖布的都问我，你们村是不是风水不好？这日子怎么越过越憋屈？娘，您信这个？我不信，可架不住别人信啊。外村的人现在都不敢跟咱村结亲了，那几个家里有闺女的急得跟什么似的。急就对了，有人故意在外面坏咱村的名声，他们不急才怪。张桂香，你们娘俩还有脸待在村里？我闺女被婆家撵回来，都是你们克的。对，就因为有你们这2个扫把星。你们确定是我克的？你闺女被婆家撵回来是去年的事儿吧？我跟我娘搬到这儿才3个月，你闺女去年就被撵回来了，我怎么克她？那反正自从你们来了，咱村就没好事儿。没好事儿？那你们应该去问问薛金枝和王小翠，去问问他们给了二驴子多少钱，让他去外村散播谣言，说咱村风水不好。啥？你是说，是薛金枝他们干的？你们家闺女嫁不出去，是因为他们在外面坏了咱村的名声，可不是因为我。他们想赶我走，连你们闺女的前程都搭进去了。你们不去找正主算账，反倒来我门口把我当软柿子捏。
都没活干了，聚在这儿欺负月牙。广旭，我们就是来说理的。说理？行啊。那天我亲眼看见王小翠在胡同里给二鱼子塞钱，咱们去村委会，把这事当着村长的面说清楚。谁传的谣言，谁赔你们闺女的前程。还不走？等着我挨个送你们回家。没事吧？没事儿，你不来，我也能把他们打发走。我知道，但我来了，他们跑得更快。广旭哥，找你半天了，村长喊你去趟他家，有事儿和你说。行，辛苦了二丫。广旭啊，你可来了！老李家那几个又跑我这儿来闹了，要我把柳月娘娘俩赶出村子。那您打算怎么办？我能怎么办？人家有宅基地，有户口，我凭什么赶？这不找你商量来了吗？找我商量什么？你能不能跟你那几个兄弟说说，别让他们再闹了？你往那一站，谁敢吭声，就震慑一下。说，您让我去跟他们讲道理？不是讲道理，是露个脸儿，让他们知道你护着那娘俩，这样他们多少有个忌惮。我知道了。哎，你去哪儿？回去想想。大半夜不睡觉，跑我这儿来蹲着，睡不着。因为村长找你了？也不全是。月牙，我是认真的，我想娶你。吴广旭，你知道我不是那种因为流言就随便嫁人的人。我知道，所以我不是因为流言才要娶你，我是因为喜欢你，从第一次在山上看见你就喜欢你。那好，我们以3个月为限。3个月？3个月后，如果我们相互喜欢，觉得是可以托付终生的人，就在一起；如果不能，这件事就不要再提了。好，我一定会让你喜欢上我的。哥，你再看，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。滚你的蛋！今天怎么来晚了？鸡贪玩跑出去了，找鸡耽误了功夫。以后找鸡这种事喊我，我帮你找。你一个大男人，满村跑着找鸡，找自己家的鸡不丢人。今天忙，可能下工晚。那就别来了，回去早点休息。看你一眼，晚上睡得安心。你天天往我那儿跑，不怕别人说闲话？不怕，反正我要娶你。3个月还没到呢。那也跑不了。你去吃饭，我来弄。我呸！什么东西？不找我还不乐意来呢。不看看你家刘宝顺什么样子，能讨到老婆才奇怪了。时间刚刚好，等的就是这一天。退亲？他王家算个什么东西？敢嫌弃咱家宝顺穷？娘，人家说了，咱家名声坏了，你在村里那点事儿都传到人家村去了，谁家姑娘敢跳火坑啊？走，去掌柜想讲。娘，咱还去啊？怕什么？宝顺要结婚，他们当二婶当堂妹的，手里攥着那么多卖肉的钱，不得拿点出来尽孝？他们今天不给也得给。张桂香、柳月牙死哪儿去了？长辈上门了，还不快滚出来接驾！您这又是唱哪出？刚赔了粮食和鸡，这是又想出什么新鲜招数作妖了？作妖？张桂香，你还有没有点规矩？我大孙子宝顺要结婚了，这可是老柳家的头等大事儿。二婶儿，我可听说了，月牙现在天天往淘金场跑，帮着吴广旭那帮人做饭，1个月挣不少票子吧？哼，当二婶的，当堂妹的，家里要办喜事儿了，你们不得表示表示？拿点钱出来孝敬我，就当是给宝顺添个大红包，这可是你们应尽的本分。奶奶，
您刚才说本分，怎么长辈说话你还敢顶嘴？拿钱！拿钱可以，但我得先问问，您还记得当初分家让我去傅家抵债时，咱们在村长面前签的那份文书吗？什么文书？那都多久的事了，早烂地里了。白纸黑字写得清楚，当初您拿走那200块彩礼钱充当赡养费，亲口答应，从此老柳家与我们娘俩婚丧嫁娶，老死不相往来。那是不作数的，那是被你骗了。不作数，这份文书董大叔那儿可还有一份配份。按照法律，我们现在就是陌生人。想要钱，奶奶，您是打算让我拿着这张纸再去请董大叔过来评评理，还是打算让我直接去告您敲诈勒索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想翻天不成？我是你亲奶奶。意思就是，从今天起，你不是我奶奶，我不是你孙女，你再敢踏进这院门一步要钱，那就是勒索。好你个没良心的丧门星！你现在日子过红火了，有男人撑腰了，连祖宗都不认了。你爹可是娘拉扯大的，没娘哪来的他？没他哪来的你？你这是要遭雷劈的！我爹是怎么被养大的，你们心里最清楚。寒冬腊月让他睡柴房，全家吃干的让他喝稀的，那是养活吗？更何况他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？奶奶，你心里不是比谁都清楚吗？你胡说什么？他不是我生的，能是谁生的？是吗？那咱便看看这份马尾村郑奶奶的口述记录，她可是当年给你接生的人。郑奶奶亲口说，当年你根本没足月临盆的迹象，肚子里的孩子是快入冬时才突然抱回来的。你为了堵住她的嘴，还多塞了5块大洋。我爹根本不是你10月怀胎生的，是你趁着大雪天从别人家抱回来的。你要不要现在就跟我去村口，当着全村人的面，让郑奶奶再讲一遍？还是我们直接去马尾村的老张家，当面问问人家，当年为什么会把孩子送给一个素不相识的女人，而你又是怎么保证会把孩子当亲生骨肉养大的？你不能，你个丧门星，你这是要逼死老婆子啊！我不能，奶奶。您签这份字的时候，可是当着村长的面亲口说的，从此婚丧嫁娶两不相干。我今天就是要让您把这句话刻在骨头里。要不要我再给您读一遍？或者，咱们现在就去村长董大叔家，把马尾村的老张家也请来，当着全村人的面，说说您当年是怎么骗人家把孩子抱走，又是怎么让他下煤矿拿命换钱给您的大儿子挡灾的。娘，咱快走吧！这死丫头疯了，她真干得出来。咱宝顺还要结婚呢，这事传出去，咱全家都得吃牢饭啊！柳月牙，你有种！娘，等等我！奶奶，下次可要看清楚门，考虑好再决定要不要进。妍儿，你刚才说你爹他真的不是他生的，所以你最近老往外跑，是去查这件事了？我去找了当年给他接生的郑奶奶，郑奶奶说那天她根本没怀孕，肚子是塞了棉花的。我爹是柳国福大雪天从外面抱回来的。怪不得他对你爹那么狠。娘，这件事我已经查实了，我爹受了一辈子的气，全是因为薛金枝根本没拿他当亲儿子。以后这件事我来处理，您别管了。那你知道你爹的亲人在哪儿吗？还在查，但我已经打听到，那个年头从外面抱孩子的人家，多半是活不下去才舍得把孩子送人的。我爹的亲爹娘未必是不要他。雅儿，娘问你个事儿，你别嫌娘多嘴。娘，您说。
那个武家的大小小儿最近总往咱家跑，你心里到底咋想的？你考虑好了没有？娘，我跟他没什么。没什么，他帮你修鸡窝、劈柴、砌墙，村里人可都看在眼里。你当他们背后嚼什么舌根呢？他们爱嚼就嚼，我又没做亏心事。丫儿，你跟娘说实话，你是不是对他有那么点意思？娘不是不讲理的人，他这些日子帮了咱不少忙，娘心里都有数。可他到底是从耗子里出来的，你就不怕？娘，他进去的原因您知道吗？不是说打架斗殴？不是，他是为了给他爹治腿，偷着盗卖黄金，被人举报了。他爹那双腿在床上瘫了6、7年，他是家里老大，下面一个妹妹一个弟弟，他不去铤而走险，全家就得喝西北风。可不管怎么说，他进去了，这就是一辈子的污点。你要是跟他走得近，村里人的唾沫星子能淹死你。娘，我从小就被唾沫星子泡大的，还怕什么？再说了，他出来以后没有自暴自弃，也没有再走歪路，他一直在找门路，一直在正经干事。他能干什么？地也没分到，手艺也没有。他爷爷当年可是这一代最有名的金把头，人称金五爷。他找金脉的本事是祖传的。娘，我想这方圆百里找不出第二个比他更有这本事的人。你倒是打听得很清楚，他帮了咱那么多忙，我总得知道帮咱的是个什么样的人吧？行吧，你心里有数就成。放心，娘。旭哥，我看清楚了，那是黑市的人。何老板瞒着咱们，把这几天的产出全倒腾出去了。合同上可是写了必须卖给银行，他这是吃独食坏规矩啊！旭哥，咱要不要？知道了，你先回去，当什么都没看见。他这是把脑袋别裤腰带上挣钱，还想拉我一块下水，不能跟他干了，再干下去，迟早折进去。怎么，吴把头，今天收成不错，又来领赏钱了？何老板，谈什么？我们的合作就到今天为止吧。怎么，怕被我踢出去，先出手为强？你背着我在黑市倒腾金子的事，我看见了。姓武的，你少血口喷人。我何海滨做买卖清清白白。昨晚后山，你跟那个戴帽子的男人，需要我把时间地点再说一遍吗？就算有又怎么样？合同上写的是不得私下交易，可那是我自己的那份。我自己的金子，想卖给谁就卖给谁，你管得着吗？合同上写的是挖出来的金子，无论你我都必须卖给银行，你自己签的字。我劝你赶紧收手。吴广旭，你以为你是谁？离了我，你以为这方圆百里还有谁能给你办下手续？做人别太狂。手续重要，命更重要。行，你有种，走了就别回来。兄弟们，这儿的活我不干了，想跟我走的，现在就拿东西。谁敢走？走了以后别想在这片圈子里混！你，给我拦住他们！何老板，咱兄弟是冲着旭哥的本事来的，不是冲着你那2块臭钱。旭哥在哪儿，咱就在哪儿。算我一个！我也去！旭哥去哪儿，俺去哪儿。你们跟着我，我吴广轩绝对不会亏待你们。走，走，都走！我看你们跟着他能混出什么名堂来！你不是说你学会了吗？这都半个月了，金子呢？
老子养你们这群废物是吃干饭的吗？何老板，这找金脉本就是运气。再说这土层不对劲儿，旭哥在的时候，他每次都会先看风向查土质。旭哥，你少给我提那个白眼狼！你就说你到底能不能找到金脉？这都挖了快2米了，连个金影子都没见着，再挖下去怕是要塌。不好，快跑！快救人！快叫人来啊！旭哥，听说了吗？那头出大事故了，矿洞塌了，埋了好几个人，光赔偿款估计就要让他倾家荡产。哥，你不是早就跟他说过，那片地方背阴，地基全是虚的吗？说了，他不听，非要吃那份绝命钱。活该！谁让他黑心倒腾金子，还克扣咱工钱，这就是报应。行了，别幸灾乐祸，出了人命不是闹着玩的。干活吧，咱的路还长。记着，不管什么时候，命比金子值钱。好嘞，听旭哥的。旭哥，你瞧瞧，就这一坑的产出，顶过咱在他那儿干半个月的。那是，咱哥这寻龙点金的手艺，那是老祖宗赏饭吃。旭哥，照这势头干下去，咱哥几个都能翻修新房了。那可太好了，我媳妇儿念叨好几年了，说那房子冬天漏风，孩子总感冒，这下总算能给她个交代了。刚子，你是怕媳妇儿了吧？谁怕了？我那是疼媳妇儿，你懂个屁！这只是开始，大家伙没日没夜的卖力气，我吴广旭绝不会亏待任何一个兄弟。那可不，跟着旭哥干，心里踏实。旭哥，咱这矿场是不是也该起个名儿？不能总叫新陶谷场吧？对，得起个响亮的名号，以后出去说也有面子。就叫旭日吧，旭日东升，日子会越来越好。旭日，好听，有气势。你们先忙着，我出去一趟。出去？旭哥，该不会是去接嫂子吧？哥，你这几天往山下跑的可挺勤啊，怪不得今天干活老看表，心早飞了吧？就你们话多，干活！你不在矿上盯着，跑出来干嘛？那几个兄弟能行吗？能行，刚子和橙子都跟了我这么久，该学的都学了。再说，今天想见你，天天见，还没见够。没见够。我听村里人说，你们那个矿场出金量挺大的。比在河海边那会儿好多了。那何海滨没来找你麻烦？他自顾不暇，哪有空来找我？听说他那边的矿场快黄了，工人走的走，散的散。那也是他自找的。当初要不是他先存了歪心思，你也不会走。不提他了，月牙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你说。月牙，我喜欢你。从第一次在凤鸣山上撞见你，我这心里就再没撞过别人。我知道我名声臭，家里又穷，论条件根本配不上你，可我是真心的。这段时间，矿场好了很多，我也想了很多。我不敢说能给你大富大贵，但我保证，只要有我一口吃的，就绝不会让你饿着。你受的那些委屈，被人戳的那些脊梁骨，以后我替你挡着。你就不怕别人说你娶了个克夫的扫把星？谁说的？你让他站我跟前再说一遍。月牙，我不信那些，我只信自己的眼睛。你是个什么样的人，我心里清楚。你要是愿意，我一定拼了命的干活，赚钱养家。这一辈子，只要我吴广轩还有一口气，我就绝对不让你受半点委屈。我一辈子对你好。
你找个日子去我家提亲吧。月牙，你刚才说啥？我没听错吧？我说让你找人去我家提亲，要是没听清，那就算了。提亲，听清了，我听清了。快放我下来！吴广旭，我头晕，快放手！这还在外面呢，让人看见多不好。看见就看见，我抱自己媳妇儿，谁管得着？谁敢管？月牙，你等我，等我来娶你。我等你。爹，广旭，你不是在那守着矿吗？咋这时候跑回来了？是不是矿上出啥事儿了？爹，我要娶媳妇儿了，月牙亲口答应了，让我找日子去提亲。好啊，太好了！月牙可是个好孩子，你这名声难得人家不嫌弃。月牙跟我吃了不少苦，这提亲咱绝对不能寒碜人家。那是自然，咱家就算砸锅卖铁，也得把这排场给月牙撑起来。亲家母，今天我带着儿子来提亲了。亲家快请坐。广旭，这来就来，咋带这么多东西？二婶，咱家广旭说了，月牙是好姑娘，这礼数绝不能亏了。您瞧瞧这份礼单，这也太多了，3转1响不说，咋还加了这么多价店？广旭，这钱可得省着花呀！娘，没事儿，我现在挣得动。月牙嫁过来，总不能让她受委屈。那也不能这么造啊！冰箱、洗衣机，咱村这店3天2头断，买回来也是摆设。这个冰箱、洗衣机都划掉，收录器也不要，没那闲工夫听。月牙，那咋行？别人家有的咱得有，别人家没有的我也想给你买。听媳妇儿的，你说划啥就划啥。哈哈，好！广旭这小子在外面横行霸道，以后总算有人能治住他了。哈哈哈哈。可不是嘛，这就叫一物降一物。这3金也太沉了，项链换成 K 金的，镯子和耳环颗数改小点。戴那么粗的金链子，你是想让人把我当暴发户盯着，还是想让贼惦记？留着钱以后干大事不好吗？行，都听你的，你说咋办就咋办。广旭、亲家，这个缝纫机你们也划掉，不要你们买。二婶儿，这是咋了？哪有提亲不带缝纫机的？这个缝纫机我给牙儿当陪嫁。亲家母，这……我虽然是个没本事的寡妇，但也绝不能让我闺女出嫁时被人说3道4，好像咱家是白占了你们武家便宜，攀了高枝儿似的。娘说的对，广旭提亲有提亲的礼数，我出嫁，娘家这边也要有该有的陪嫁，到时候我们家也会列一张清清楚楚的陪嫁单子。行，只要媳妇儿开口，我啥都听你和娘的。那咱就定下了，礼金666，图个大吉大利。3金克数按月牙交代的买，家电只要电视机、冰箱、洗衣机暂时划掉，缝纫机由娘家陪嫁。广旭，日子是关上门自己过的，不是过给村里那些嚼舌根的人看的。只要你以后能对我闺女好，这些都不重要。娘，您放心，我吴广旭今天发誓，我一辈子疼月牙，绝不让她受半点委屈。起来起来，你这孩子，我信你，我信你。广旭，定日子啦！
对，到时候都来喝喜酒啊！好，到时候一定去沾沾喜气。酒管够，肉管饱。哥，你这都连着干了半个月通宵了，白天在这淘金，晚上还得跑出去帮嫂子家劈柴挑水，你这么拼啊？这一想到能把月牙娶进门，我现在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。哥，那你和嫂子结婚那天，咱是不是得大办一场？那当然，流水席全村都请，酒随便喝，肉管够。得嘞，就冲这，咱也得拼命干。月牙，好了没？一会儿广旭接亲的拖拉机就到门口了。牙儿，你咋长得这么好看？娘差点都没认出来。娘，我就是您闺女，还能认不出来？娘是高兴的，你爹要是还在，看到你穿这身儿，不知道该多高兴。娘，我嫁得近，以后天天我都会回来瞅您的。谁要是敢欺负您，我还是第一个冲回来。好，好，只要广旭对你好，娘就知足了。他不敢对我不好。你这丫头还没嫁过去呢，就先把姑爷管上了，早晚的事儿。行了，你再收拾收拾，娘去外面看看，别让他们来早了，手忙脚乱。柳月牙，你这一世一定要好好的。勇哥，我这领带歪没歪？头发乱了没？哎呀，旭哥，你这都问了800遍了，帅的跟电影明星似的。哥，你在磨蹭基石都要过了，嫂子该等急了。闭嘴，我比你气。行了，喊吧。接新媳妇儿喽！月牙，我来接你了。旭哥，别光顾着往里钻呀！李叔呢？叫娘开门，叫媳妇儿开门。娘，开门！媳妇儿，开门接我进去。吴广旭，你嚷嚷啥呢？大清早的，你跑这儿来干什么来了？接媳妇儿回家。接谁呀？这屋里可坐着新娘子呢，你说接就接。柳月牙，我接柳月牙回家。行，名儿没叫错，那我是谁啊？叫对了，这门就开。东子哥，小亮，不过你这辈分可没叫对，咱是兄弟，你叫我哥我也不吃亏。光叫人没用，红包呢？今天我可是代表女方娘家人，你不把红包塞够，这门槛你别想过。起开，就你事儿多。傻了，说话呀！嫂子等你半天了。媳妇儿，我来接你回家了。这一世我会过得很好的，您在家里也一定要好好的。娘，您喝茶。好，好，娘看着你出嫁，心里踏实。广旭，我就这么一个闺女，娘把她交给你了，你一定要好好待她。娘，您放心，月牙就是我的命，除非我死，否则谁也别想让他掉一滴眼泪。好孩子，快起来，地上凉。李成，新娘子出门喽！坐稳了，别颠着。
接新媳妇回家啦！桂香，孩子出嫁是喜事儿，别哭了。我知道，我就是高兴的。娘，以后常回来，咱离得近，几步路的事儿。大家伙儿吃好喝好，旭哥说了，今天肉管够，酒管饱。刚才喝多了，没在你面前丢人吧？差点摔了一跤，算不算丢人？那是地上不平。行了，过来坐下，我帮你把领带解了。月牙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媳妇儿了。这儿以后只装你一个人。我知道。月牙，你后悔不？后悔什么？我就是怕你受委屈。委屈什么？你对我好，比什么都强。月牙，你放心，以后我拼命挣钱，让你住大房子，穿好衣裳，谁都高看你一眼。我不要大房子，也不要好衣裳，我只要你平平安安的，每天回家吃饭。那肯定，以后天天回家吃饭，一顿不落。光绪，你说以后咱们会有几个孩子？你想生几个就几个，男孩跟我去淘金，女孩跟你学编篓子。谁说女儿就要学编篓子？说不定以后能考上大学呢。那必须的，我吴广轩的闺女，将来肯定有出息。八字还没一撇呢，你就开始吹了。反正早晚的事儿，我吴广轩的种差不了。不害臊。困了？今天起太早了。那收拾下睡吧，以后天天都能睡懒觉，我给你做饭。你做的饭能吃吗？怎么不能吃？我学得快，你别小瞧人。那我等着。哟，广旭，带月牙出来遛弯呢。消失。月牙这眉头皱的，广旭，是不是你小子又惹媳妇不痛快了？去，我疼他还来不及。想啥呢？媳妇儿，这一路上你连半句话都没落我身上，这副模样，心里是藏了什么大天的事儿？广旭，我是有件事儿想正经跟你商量。你说，我在听。我想在镇上盘个铺面，开一家冷面馆。开冷面馆？月牙，开店不是小事，盘铺子要钱，置办家伙要钱，请人手也要钱。我不是舍不得钱，我是怕你太累。我现在矿上那活儿，虽然没有大富大贵，可一个月挣的够咱俩吃香喝辣了。咱家不缺那三瓜两枣的，你去开那个店干啥？开店不是闹着玩的，得起早贪黑备料，抹黑收摊儿，冬天冷水洗碗，夏天灶台跟前烤着。媳妇儿，我养得起你。我知道，可你想不想听听我的想法？我知道你养得起我，也知道你心疼我，可我也想除了当吴广旭的媳妇儿，做出点别的名堂。家里很好，但太小了。广旭，我想和你并肩，我不是胡来。你看看，我把账都算好了。你什么时候算的这些？这比我矿上的账本记得都清。
你在矿上的时候，我琢磨了好几个晚上。广旭，我不是一时兴起，我试做过好几回冷面，请左邻右舍都尝过，都说好吃。我手里有个汤底配方，清爽开胃，整个镇上找不出第二家，我有把握能做好。我媳妇儿怎么就这么大能耐？你答应了？答应归答应，得约法三章。你说。第一，铺子我帮你找，盘铺子的钱我来出，不许跟我争。第二，开店可以，但不能累着自己。要是让我看见你累瘦了，立马关门回家。或者我跟着你，你手里的活都给我做，你指挥我。知道了，大管家。那第三呢？第三，赚了钱归你，赔了算我的。会不会说话？哪有还没开张就咒自己赔的？赔不了，赔不了，有我媳妇儿在，怎么可能会赔？旭哥，你这动作也太快了！打听铺子、交定金、找人拾掇，满打满算才3天。这地段紧挨着供销社，咱镇上就属这块人气旺。你眼睛够毒的。我媳妇要干事业，我还能拖她后腿，麻利点办完了，她省心，我也踏实。咋买这么多？多重啊？碗筷、调料、围裙还有几样配菜。头一天开张，东西备齐了，我心里踏实。娘，我来。就这几步路我还拎得动，我先进去把灶台再擦一遍。咋样？还行吧？广旭，你磕了多久？也没多久，就几个晚上。反正闲也是闲着，你头一回开店，招牌不能含糊。那我以后可得把这店开好了，不能白瞎你这块匾。那必须的，不过开不好也没事儿，我再给你刻。以前咱家那土灶黑乎乎的，抹布蹭上去都是灰。你看看人家这瓷砖，白的晃眼睛。娘，行了，够干净了，再擦砖都要薄了。娘就是高兴，做梦也没想到咱能在镇中心开铺子。以后不光镇中心，还得开到县城去呢。你这丫头口气比天还大。行，娘信你。媳妇儿，我也信。旭哥，嫂子，吉时到了，该剪彩了，门口的街坊都等着呢。走吧，该你上场了。走。这柳家丫头才嫁人没几个月吧，这就出来开店了，能行吗？就是，男人在矿上挣的也不少，不知道出来瞎折腾什么。月牙冷面馆今儿开张，路过的、瞧热闹的、饿了的都进来尝尝，头一碗不收钱。要是觉得不好吃，你当面跟我说，不光不收钱，我还倒贴你一碗的饭钱。那我试试啊！你说的不好吃倒贴钱，我说的里面请。嚯，这汤凉丝丝的，又酸又甜，这面条筋道的弹牙呀！老板娘，再给我来一碗，这味儿绝了！就尝这一碗不收钱，再吃可要收了。收，再给我来一碗，多加2片肉。好嘞。妍儿，你
快瞧瞧这钱箱子，这才一上午，挣的比娘在地下干1个月农活都多。娘，这才哪儿到哪儿，咱的好日子往后长着呢。旭哥，门口围的人比供销社还多了，要不要我再放一挂鞭？放，崩得越响越好。老板娘，再来一碗。你这汤底到底咋调的？镇上就属你这儿最对味儿，吃了还想吃。可不嘛，我在县城都没吃过这么好的。独家秘方，传内不传外，好吃您就多吃2碗，管饱。哥，咱是来吃饭的还是来瞧人的？你这眼珠子要粘嫂子身上了，抠都抠不下来。哎呀，再小点，小点。我看我自家媳妇儿犯哪条王法了？我看一辈子都看不够。吃你的面，少说话。好吃，比矿上食堂强100倍。今天比昨天还忙，比上个月又多赚了好几十。照这个势头，年底就能把盘铺子的本钱全挣回来。就这东西，3块钱，还抢成这样。喜欢那个包，我给你买。别，谁要那个了？那你盯着看半天。广旭，我又想到一个赚钱的法子，你先回去，我回一趟娘家。啥法子？你倒是说清楚再走啊！那你啥时候回来？你自己对付一口，别等我。咋了？这是跑成这样，面馆出啥事儿了？没出事，生意好着呢。娘，我跟您说个事儿。啥事儿？你说。我刚才回来路过供销社，看见几个城里女人围在那儿抢一个柳条编的小挎包，就那么一个粗粗笨笨的东西，3块钱，一上架就没了。3块钱？那是抢钱呐！可人家就是抢着要。娘，我就在想，您编了一辈子筐篓，十里八乡谁有您手强？咱要是也编那种包，做的比供销社那个还好看，还细致，您说能不能卖上价？娘编了一辈子土篓子，最大的一个才卖2毛钱，就那点老手艺，谁肯花大钱买？那咱先编一个试试，您按我说的来，编出来看看再说。这能行？试试又不亏，您就放心编，收口别拧那么死，留个活扣，提手这儿缠一圈毛线，底下再加一道角花。你这丫头一天到晚净给娘找活干。雅儿，娘这干了一辈子编织活，咋就琢磨不出你这种花样呢？你瞅瞅这包，颜色配的洋气，这编法我也没见过啊！你这脑子到底是怎么长的？娘，我这不也是闲着没事儿，多琢磨琢磨，多试了几种编法，这花样就自然出来了。以前咋没见你这么灵光？真是撞了头之后，整个人都开了窍了。娘，您手艺也在这摆着呢，以前就是没往这个方向想，现在把颜色一配，花样一改，立马就不一样了。您说这样的东西拿到供销社去，能比那些土篮子值钱不？那还用说，土篮子家家都会编，谁稀罕？你这花样新鲜，颜色又亮堂，城里人准喜欢。那明天咱把这些拿到供销社去试试，万一能卖个好价钱，不比您天天编土篮子强。成，听你的。要是真能卖出去，一件顶我编10个土坯子，娘这手艺也算没白瞎。肯定能，您就等着瞧好吧。这个多少钱？我要了。
那个也好看，给我留着。我先看到的，别跟我抢！别挤，别挤，都有都有。哎呀，那个已经卖了，你看看这个。雅儿，这才多一会儿，就快卖没了。娘，我说什么来着？您的手艺加上我的点子，不愁卖。月牙，你还有多少这样的货？有多少我要多少。我跟你说，不光咱镇上，隔壁几个镇的供销社都托我进货呢。张经理，货有的是，不过光靠我和我娘2个人编慢，得找人。找你找人，我包销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雅儿，张经理说的是真的，咱编的那些真能卖到别的镇去。娘，不只是别的镇，将来咱还能卖到市里、省城。省城，你可别逗娘了。娘，我没逗您，您的手艺值那个价。不过光靠咱俩，累死也编不了多少。所以我们要去找人，村里闲着的妇女多的是，手巧的也不少，把她们组织起来，统一花样，统一收，统一卖，编一个给1份钱，他们高兴，咱也不累。能行吗？人家能信咱？试试不就知道了。行，听你的。哎呦，这不是柳家丫头吗？什么风把你吹来了？孙婶儿，我来找您帮忙。帮忙？帮什么忙？您看看这个，这是你编的？这花样咋没见过？是我琢磨出来的。供销社收一件能卖好几块钱，我想找几个手巧的人帮我一起编，计件算钱，编多少给多少。真的？你该不会骗我吧？您看看，这是昨天卖货的单子，上面写的清清楚楚。我可不会编你这花里胡哨的东西。嫂子，你手巧是出了名的，只要你愿意学，妍儿教你。那我试试。雅儿，孙桂芝这人嘴碎，你就不怕她出去乱说？娘，她就那毛病，不耽误干活，编好了给钱，她不比谁跑得快。月牙来了，快进屋坐。二婶，我想找您编筐，供销社那边要货，我一个人忙不过来。行，你说咋干就咋干，二婶信你。谢谢二婶。雅儿，才8个人，能行吗？娘，不急，等他们看到别人挣到钱了，自然会来找咱们。这个多少钱？我要俩。那个火篮给我留一个。岳阳，你赶紧回去再赶一批，这点货不够卖。雅儿，你掐我一下，我是不是做梦？娘，不是梦，这是真的。你爹要是还在，看到咱娘俩有今天，不知道该多高兴。娘，日子还长着呢，这只是开始。月牙，你可回来了。二婶，咋了？我刚才去镇上，路过供销社，看见有人也在卖跟你编的一模一样的挎包。我问了一嘴，说是隔壁宋林村一个妇女送来的，比咱卖的便宜2毛钱。一模一样的，我仔细看了，花样、颜色、编法都差不多，虽然没咱的精致，但乍一看分不出来。这咋办？人家比咱便宜，顾客不就跑那边去了？二婶，您看见那妇女长什么样了？脸生，不是咱村的，听说她也是跟人学的。至于是谁教的，
人家不肯说。我知道了，婶儿，您先回去，这事我来处理。妍儿，你打算咋办？要不要去找那几个人问问？娘，现在问谁都不会承认，这事早晚会来，咱不能指望别人不学，只能让自己做的比别人好。其实，我早就想过会有这一天。咋了？这几天看你一直心神不宁的。你说咱编的这些东西，万一被人学了去，人家卖的比咱便宜，咱不就白忙活了？我还以为啥事儿呢，你这才刚开始就想着被人抄了。不是我想的多，这年头你做出个好东西，用不了几天就有人跟着做。我当初在镇上卖酱肉，就有人偷着琢磨我的方子，虽然没全学去，但也仿了个7、8成。那你怎么对付的？我就在配料上加了点新东西，味道比他们好，老顾客还是认我的。可边框这个不一样，花样一眼就能看会，我总不能在毛线上做手脚吧？你知道我们淘金厂里最金贵的是啥不？金脉。对，一个矿最核心的是金脉在哪儿，知道地方的人从来不会告诉外人，外人干的都是挖沙、挑水、筛金的活，就算有人把筛金的法子学去了，找不到金脉照样白搭。你这些花样关键在哪儿？是配色还是起底的手法？配色和起底的手法是最难学的，光看成品看不出门道。那就对了，这2样你只教你最信得过的人，其他人只让他们编中间那几道工序，就算有人把半成品拿出去，也仿不出完整的来。这个法子好，还有我每个月出新款，他们学一个我出2个，看谁跟得上。这就对了，你跑得够快，人家就追不上。娘，我想过了，光靠花样人家学得会，咱得在别的地方下功夫。啥地方？第一，关键工序不外传，配色和起底的手法只有您、我和二婶来做，其他人只编中间那几道简单的，就算有人把半成品拿出去，也仿不出完整的来。这倒是，那几个新花样起底的手法我看了都费劲，别说外人了。第二，质量，咱的货要编得比他们细，比他们结实，顾客不傻，贵一点也愿意买好的。第三，花样得常换，我每个月出新款，他们学一个我出2个，看谁跟得上。这主意好，咱出新款，他们永远在后面追。第四，跟张经理签合同，让他只收咱的货，别人再便宜他也不收。张经理能答应吗？能，供销社靠咱的货赚钱，他比咱还怕别人抢生意。明天一早我就去找他谈。你心里有数就行，娘老了，脑子转不过你，你说咋办就咋办。走吧，娘，进屋。月牙来了，正好，昨天的货卖完了，你赶紧再送一批来。张经理，我来跟您商量个事儿。昨天有人拿着仿我家的挎包来您这儿卖，比我们便宜2毛，您知道吧？知道，我没要，花样是像，但编的毛躁，一看就不耐使。张经理，我想跟您签个合同，以后您这儿只收我家的货，我保证按时按量供货，花样每月按新，质量只高不低。你这丫头倒是会打算盘，不过行，我信你，咱签个独家供货合同，别人再送我一概不收。谢谢张经理。雅儿，合同是签了，可咱拿什么出新款？你心里有谱了？娘，新花样我早就画好了，就差动手编。等会儿把大伙儿叫到家里，我手把手教，正好也借着这个机会把规矩立一立。行，那咱赶紧回去准备。这又是新花样，比上次的还好看。对，以后每个月都换新样子，旧的不再收。啊？那我们刚学会的就不让编了？孙婶儿，不是不让编，
旧的你们可以拿去赶集卖，我不拦着，但我这只收新款。这1个月一换，谁跟得上啊？您放心，每次出新款，我都会手把手教，多练几遍就熟了。咱编的越精，价钱越高，挣的也越多。雅儿说的对，人家学咱的，咱就出新款，他们永远在后面追，咱永远在前面跑。娘，我猜把花样传出去的是孙婶儿。你咋知道？开会的时候，别人都在看样品，就她心不在焉，眼睛躲着我。而且她学花样最快，手也最巧，要传也只能是她。那你打算咋办？把她踢出去？不，踢了她，她转头就去帮别人编，不如留着，让她多干活多赚钱，尝到甜头了，她自然就不往外传了。散会的时候，我和她说了，明天让她来，我单独教她几个新手法。月牙，你这脑子是咋长的？这花样咋想出来的？孙婶儿，您手巧学得快，以后每次出新款，我都先教您，您多编多挣钱。月牙，你不怪我？怪您啥？月牙，婶儿跟你说实话，上次那个花样是宋林村我娘家嫂子来找我说想学学，我就教了她几手。我没想到她会拿去卖。孙婶儿，事情过去了，你要是想继续跟着我干，以后咱就按规矩来，新花样不外传，咱们一起挣钱。你放心，以后谁问我都不教了。婶儿对不住你。拢住了人心，接下来便全力投入到货品的生产上。月牙，宋林村那边已经不送货了，他们编的那些没人买，还是你这儿的东西好。张经理，下个月还有新款，您瞧好吧。雅儿，你这一步一步的走得真稳当。娘，这只是开始，等咱攒够了钱，就办个小作坊，招更多的人。到时候不光是挎包摆件，还能编椅子编桌子，卖给城里的大商场。月牙，听说你这边收编的筐，我们也想试试，你看行不行？对，我们手也巧，不比你找的那几个人差。行，都进来，我教你们。不过丑话说在前头，质量不合格的我不收。哟，今儿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怎么回得这么早？看你这眉飞色彩的，捡着宝了。进屋，咱进屋说。什么东西这么沉？你打开看看。这么多，你把哪家金库给端了？这回真是祖宗保佑，我照着爷爷留下来的那本变矿笔记，在后山那片没人要的陡坡上蹲了3天，今天第1潮下去，见金了。李永刚那小子当时差点没蹦到天上去。媳妇儿，那一片的储量比咱之前那个坑口大得多，咱这日子是真的要彻底翻身了。财帛动人心，这袋金子是富贵的敲门砖，也可能是招祸的催命咒。广旭他们几个在山上，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干活，要是不把安全这根弦绷紧了，金山银山也是白搭。广旭，你给我透个实底，这新矿脉的事儿，除了你们带头的几个，还有谁知道？就我、永刚、广成和韩东，外围那些干杂活的，我连坡地边都没让他们靠近。那就好。你记住了，这事儿天知地知，除了你们4个，亲兄弟也得满死。我知道清楚。财不露白，出货的时候分批走，别一下子把全场的眼球都招过来。镇上多少人盯着咱家的动静，你比我清楚。
听媳妇儿的，我回头就敲打他们几个，谁也不准往外露半个字。还有最重要的一条，你们在山上打了支固没有？通风口开了几个？那片地儿土硬，咱就随便撑了几根木头，想着先出货要紧，支护的事儿往后再说。吴广旭，你当胯下是平地呢，还是当你这身子是铁打的？这十里八乡哪年不塌几个洞？开春化冻，夏天下雨，哪一样不是要命的事儿？你是想让我现在就准备着守寡，还是想让那些金子给你陪葬？媳妇儿，你别急别急，我明天就去镇上买最粗的松木，把庇护打得密密实实的，比咱这屋子还结实，行不行？你不知道，我每天晚上打烊了，坐在炕上听外面的脚步声是什么滋味。你晚回来半个钟头，我这心就跟被猫抓了一样，生怕有人跑来跟我说你在山下回不来了。你要是出事了，我要那些金子有什么用？媳妇儿，媳妇儿，别哭了，我明天就去镇上，不，现在就去联系人买最粗的松木，纸糊一天不打完，我一天不下井。你说话算话？算话。为了你，我也得惜命。旭哥，你疯了！这可是上好的松木，咱家盖房都不舍得用这么粗的，你全拉来打支固，这矿洞又没塌，这不是暴殄天物吗？你懂个屁！这是我媳妇儿下的死命令，支护不打好，谁都不准下井。你信不信我现在去跟她说，你觉得木头太粗了？别！嫂子那张嘴能把活人说死，她说打就打。听见没？旭哥现在是标准的妻管严了。管严点好，省得咱哥哪天把命搭矿里都不知道。你们给我记住了，钱可以慢慢赚，命只有一条。以后每天下矿前，谁不检查支付少称一根木头，就立马给我滚蛋！我吴广宇不养拿命开玩笑的人。知道了，旭哥，保命要紧，听嫂子的。广旭还没歇下呢，叔今天替你金顺哥跑一趟，专程来找你。金顺哥，老敢说，这冯金顺什么时候跟我论起兄弟了？我跟他不熟吧？不熟怕啥？广旭啊，你金顺哥说了，这方圆百里淘金的本事属你们武家祖传的最硬，他打心眼里服气。可广旭，这世道单打独斗不行，他冯家在这一带经营多少年了，人脉广，路子野，连镇上矿管所的人见了他都得递根烟。你说，你们两家要是合了伙，那后山这片地界上的金子还有别人的份吗？金顺说了，合伙以后他只要3成，你们出技术，出矿脉，他负责跑手续，打通关节，3期开，你7他3。广旭，你全镇打听打听，谁能开出比这更厚的条件？老敢说，劳您跑这一趟，麻烦您回去跟冯金顺说一声，武家的矿不合伙，也不卖。广旭，你再想想，这条件可不是天天有。不用想，我们自己挖自己的，不挡谁的路，也不想让别人来挡我们的路。话说到这份上，再劝反倒显得我不识趣了。行，走着瞧，你再琢磨琢磨，不急，咱们来日方长。走了。走了。冯金顺这个人，我在集上见过，那眼神不太对，看人的时候总像在算计什么。这种人不能打交道，离得越远越好。就怕他不肯。他不肯远，那是他的事儿，只要别把手伸到咱家院子里来，咱就当没这回事儿。走吧，进屋吧。广旭兄弟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！早就想登门拜访，一直没抽出空。今天正好路过，顺道来瞧瞧你。有事儿？兄弟，你这么见外干什么？广旭，咱明人不说暗话，我听说你们兄弟几个在后山那片陡坡上挖出好东西了。广旭兄弟性子直，那我也不绕弯子了。
5000块，现金。广旭，我不要你的人，不要你的铲子，只要你把你那条矿线的位置在这图上画个圈，画完钱你拿走，矿我来开，以后咱俩井水不犯河水，各走各的路。前2天我让老干叔给你带的话，看来你没收到。广旭，你这话说的，武家的矿不卖，也不合伙，这5000块你拿回去，以后不用再来了。吴广孝，做人不要太绝。后山那一整片地界，可不是你们武家一家的自留地。我冯金顺在这一带混出名堂的时候，你还在穿开裆裤呢。我今天亲自登门，真金白银摆在你面前，是给你脸。你不给我这个面子，以后在这方圆百里，你可别后悔。你说的对，面子是个好东西，你的面子值这5000块。可我吴广旭的脸不止这个价。行，你行。吴广旭，你最好记住你今天说的话，咱走着瞧。旭哥，这成色是越来越好了。今天这一筛，比昨天同时间的量多出快1倍。别声张，装筐的时候跟昨天的掺在一起，别让人看出哪批多哪批少。知道，昨天的料我已经匀好了，分了3筐装的，每筐看起来都差不多。旭哥，之前冯金顺上门的事儿，镇上有人传开了。我早上买药的时候，听见药铺老张头跟人说，冯金顺在镇上放话，说后山这片迟早是他的，原话讲得很难听。那咱这矿，他真要来抢？抢？他拿什么抢？拿嘴皮子抢？等等，不对，快跑！我队，他疯了！救命啊！别乱窜，跟紧我！旭哥，这到底是咋回事？咱昨天不是刚排过险吗？伤哪儿了？让我看看。后背火辣辣辣的。哥，这他妈哪是塌方啊？这动静不对呀！这洞咱们昨天刚排过险，稳得跟铁门砂似的，怎么可能突然塌了？会不会是有人动了手脚？哥，会是人为的吗？不是塌方，是有人埋了雷管。雷管？谁干的？这他妈是要咱哥几个的命啊！想要钱，我能理解，但想要兄弟们的命，这事儿没完。除了冯金慎，还能有谁？到处嚷嚷后山是他的，这不就是在给咱上眼药？我这就去找他算账。站住！你现在去，有证据吗？那咱就这么算了？算了，我吴广奇的字典里没这2个字儿。先去医院把伤处理好，这笔债我亲手找他清。吓死我了！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怕？你要是出事了，我怎么办？没事，媳妇儿，我命硬，阎王爷嫌我太横，不敢收。你少贫嘴，让我看看伤哪儿了。真没事，就蹭破点皮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你说的没事？真没事，就破了一点皮。回家我给你好好上药，你不许乱动。好，听媳妇儿的。你就会说的好听。错了，真错了，以后我一定做的也好看。矿上的塌方是意外，还是有人故意想要你们的命？是雷管，有人趁昨晚摸进洞里埋的，算准了时间引爆。你放心，兄弟们命大，全活着出来了。知道是谁干的了吧？冯金顺，除了他没别人。有证据吗？
没有，那混蛋做得干净，没留下现行。但楼管这东西管控很严，镇上杂货铺不可能买得到，得从专门卖民报器材的地方拿，还得有矿上的证明。没有矿上的证明，正规渠道根本不可能拿到楼管。所以你怀疑他背后有人？或者他去了暗室。如果是这样，永刚耳朵长，不怕抓不到他的尾巴。但如果是第一种情况，可能会麻烦很多。但无论如何，你现在没证据，就绝对不能动他。我不是让你忍气吞声，广旭，但你现在是穿鞋的，他冯金顺是个光脚的。你有矿场，有生意，有兄弟，你还有一个家。你跟他拼命，不管结果怎么样，吃亏的都是你。你要是真出点什么事儿，你让我以后再在这世上怎么办？我知道，我都知道，我明白这个理儿。月牙，你放心，我绝不冲动。广旭，你不是吃哑巴亏的人，告诉我，你打算怎么做？明着动冯金顺是给咱自己惹性子，但这不代表咱们就真拿他没办法。冯金顺这个人胆子大，但不聪明，他敢埋雷管，说明他已经急了。如果这事真是他一个人干的，那他倾家荡产也会扑上来。无论如何，他一定会再出手。我在明处牵着他走，永刚在暗处盯着他，只要动过，就一定会有痕迹，把他人证物证一件一件凑齐，到时候正大光明送他进去。既然已经有了想法，那就大胆去做，不管成不成，我都在这里陪你。好。哟，永刚，你这大清早的从山上拉一车废石头下来干啥？垫路啊？垫啥路？老哥，你瞧瞧，这哪是石头？哎呦，还真是金地子！永刚，这哪来的？矿上堆了好几个月的老废料，当年咱不懂，光顾着筛河沙，把这种硬石头全当垃圾扔了。昨儿才发现里头含金量不低，就是提炼太费劲。旭哥矿洞不是刚塌了吗？正筹钱呢，琢磨着要把那几百吨废渣便宜处理了，换点现钱。既然有金子，你们咋不自己留着慢慢练？慢慢练哪有那个功夫？粉碎、淘洗、拱介一套下来得请多少人工？矿洞塌了，几个兄弟还等着发遣散费呢。旭哥说了，能换几个现钱是几个现钱，没工夫跟那堆石头耗了。永刚，那矿渣在哪儿堆着呢？去问旭哥。各位父老乡亲，走过路过瞧一瞧，5家矿场矿渣山整体转让，连洞口堆的废料带几台旧设备，一口价5万，不零卖，谁有现钱谁拉走。哎呦，王兄弟，5万块可不是小数目。那座矿渣山到底有多少存货？5家变矿的手艺，全镇谁不知道？要不是矿塌了，急着给兄弟们发钱，这聚宝盆能轮得到外人？实话跟你说，那座渣山堆了少说200-300吨，里头含金量我自己都说不准。昨儿随便铲了3槽，筛出来将近2克，全筛出来的量你自己算。韩总，你们旭哥真舍得卖？就是啊，舍不得也得舍，矿塌了，命要紧。这堆废料搁在那儿也是搁着，不如换了钱给兄弟们治伤。话我就撂这儿了，谁想要自己去找旭哥谈。广旭啊，咱是老交情了，你给我透个底儿，那几百吨矿渣每吨到底能出多少货？孙老板，你消息倒是灵通。镇上都在传，我能听不见？广旭，咱不兜圈子，你要是愿意，这矿渣山我全包了，价钱好商量。永刚，去门口车上随便铲3勺过来。1.8克。广旭，这买卖我接了，这是2000块定金，你先收下。孙老板，规矩不能破。我已经放出话了，3天后就在我这院子里开个拍卖，谁价高，矿渣山归谁，公平透明，更不会落闲话。广旭，那你要给我透个底儿，到底有多少家盯着呢？孙老板，生意场上最不缺的就是眼光毒辣的老板。这是在将我军，不能急，越急越被动。行，3天后我带钱来。
各位，今天柳月牙同志请我来做个见证人，所有的竞拍流程、报价、加价、成交价，我会一笔一画记在账上，绝不含糊。大家放心叫价，签了协议就作数。规矩我再说一遍，打包出售的是后山矿渣山整体，矿口现有的设备和杂物，底价5万，加价不限，价高者得。签了协议，当场交钱，当场提货，没有赊账，没有后话。5万1，5万2，别抠抠搜搜的，5万5。这不是冯金顺吗？他哪来的钱凑这热闹？哟，挺热闹啊！吴广旭，听说你矿塌了，现在开始卖破石头还钱了。早知今日，当初要是识相点跟我合伙，何至于落到这地步？7万！不跟了，不跟了！这哪是买矿渣，这是买命的！你疯了？那可是冯金顺，这地头蛇盯上的肉，你敢伸筷子？怎么没人跟了？吴广旭，你堆烂石头，我冯金顺收了。7万，还有人加吗？张经理，记上，7万一次，7万第一次，7万第二次，8万。8万，这位先生面生得很。竞拍，我出8万，按规矩来，不插队，不捣乱。我出8万1，8万5，8万6， 9万。这位方先生，东西可以给你，但规矩在这摆着，敢问名号？武师傅久仰大名，我们新达对后山的矿产资源一直很关注。今天正好路过，听说武师傅这里有宝贝出手，这才顺道来凑个热闹。冯金顺，既然武师傅的矿坑已经塌了，咱们新达不出手，别人也会买。买卖嘛，成不成仁义都在。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？方经理，拿钱签协议之前有件事儿，我得当着大伙的面声明：我卖的是矿渣山，不是矿脉。矿脉是国家的，我吴广轩没有权利转让。你买了矿渣山之后，只能在渣山范围内作业，不能往矿脉深处延伸，这一点得写在合同里。放心，我们新达是正规公司，一切按规矩来。矿渣山就是矿渣山，不会越界。既如此，那2位便签合同吧。我来之前就拟好了。你们2位看看，有没有需要改的地方？9万，1分不少。武师傅验验。方经理，我这拍卖的消息只在镇上放了2天，你是怎么精准的摸到我这山沟院子里的？冯金顺是我们新达的临时雇员，他在后山踩点跑腿，我们给他发工资。他今天来竞拍，用的是公司的钱。既然他出不起更高的价，那我这个当老板的也只好亲自下场，把这烂摊子收一收了。原来是这样，方经理，您这一出戏唱的可真稳。合同签了，钱付了，这堆矿渣山就是新达的了。吴师傅，那我明天派车来拉货。
武师傅年纪轻轻，办事利索，将来有机会，咱们还可以再合作。人都走了，你还不走？等着我给你倒茶。广旭兄弟，你听我说。冯金顺，他刚才说的那些话你听见了？临时雇员公司的钱踩点跑腿，方静瑶把你卖得干干净净。我问你，主意是谁出的？不是我没有。广旭兄弟，你听我解释，矿塌了，那是意外，跟我没关系。你刚才聋了吗？方静瑶亲口说的，你是他的雇员，你花的每一分买雷短的钱，踩的每个要命的点，全在人家的账本上记着呢。他那是在乱说。乱说？像方静耀那种人，你觉得他会不留后手？合同工资单报销记录现在大概全锁在他办公桌的抽屉里，只要出了事儿，只要有人查，他把这些往桌上一摆，干干净净的把自己摘出去。到时候他是清清白白的方老板，你冯金仲就是那个为了抢矿炸死人的死刑犯。永刚，送他去派出所。矿洞口那些烧焦的木桩带着，那是死证，让广成和石头也去，把那天塌方的事儿从头到尾跟民警说清楚，一丁点细节都别漏。哥，你放心，一个都跑不了。这9万块拿得不轻松。方静瑶赔了9万，买了堆没用的石头，等他反应过来，这笔账会记在我头上。你心里有主意了？暂时还没有，但他有他的路子，我有我的路子。他能用钱开道，我就能把路堵死，横竖不过2败俱伤。也幸好他是把账算在了我的头上，要是算在别人头上，事情就更糟了。再说这丧气话。不说了，不说了。媳妇儿，我饿了，闹腾了一下午，肚子早空了。排骨炖好了，我去下面条。还站着干什么？进来帮忙摆桌子。想什么呢？做了半天了，眼睛都不眨一下。在想今天的事。冯金睡这次把雷管埋在了洞口，差一点就炸到我头顶上。冯金顺算不上什么人物，但架不住往后还来第2个、第3个。方静瑶不出面，也照样能找别人替他干脏活。今天算是过去了，可谁也说不准，下回换个人，换个法子，我还能不能像现在这样好好坐着跟你说话？而且上面风声越来越紧了，办证1年比1年难，管矿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。以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事儿，现在都摆到台面上来了。冯金顺这种事儿往后只会越来越多，眼红矿的人不止他一个。今天咱命大，下嘴呢。你感觉到的东西，我也感觉到了。这段时间我在镇上走动，听供销社的人聊起过，说南边已经开始试点了，单位分房慢慢跟不上造，城里人自己掏钱买房子的越来越多。报纸上也在说这事儿，政策在变，跟以前不一样了。什么意思？咱不能光指着淘金这一条路走到黑，手里攒下的钱得往别处挪一挪了。我想过了，房地产。房地产？盖房子？对，城里人越来越多，单位分的那点房子根本不够住，商品房的缺口大着呢。现在进去的人少，等大家都看明白了再往里冲，
就晚了。面馆、工厂、编织厂，再加上淘金，咱手里攒下的第一桶金够咱起步了。你说的这些，你自己想过多久了？有一阵了，没跟你说，是因为还没想透。这事儿一出来，我就知道不能再等了。好，你说干啥就干啥。明天我就跟永刚他们通气，把矿上的事做个收尾，该处理的东西处理掉，该收的账收回来。李老板，李老板，你怎么了？别愣着了，搭把手把他抬上来，赶紧送卫生院。怎么回事？我听人说你在店里晕倒了，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没事了，大夫正在看。大夫，他怎么样？什么原因晕倒的？放心吧，人没事儿，就是这几天累着了，气血有点亏，加上体位变化太快，脑供血布不上，才晕了一下。不过有件事儿得嘱咐你们，他身上有血了1个多月了，正是该好好养着的时候。回去别让他再操劳了。有血了，大夫，您的意思是她怀孕了？对，回去好好养着，别熬夜，别搬重东西，饮食上补一补。1个月后再来复查。傻了，我要当爹了。是啊，